有一次我问金董，你让国内同行都了解你们把商业和地铁运行融合在一起的好的做法，就不怕别人借鉴以后在你们的基础上做得比你们更好吗？金董回答说，其他城市在这方面能超过我们是好事情啊。他的回答引起了我想和他探讨他的事业轨迹的愿望，因为一个人的思维境界主要是外部环境和自身学习的结果。金董啊，我对您过去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知道您学过土木是吧？土木专业，然后呢，在县里面的话也是做了一些就是统战啊这些教育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呢又到这里我们地铁来主持这个苏州地铁建设。您认为你过去的经历对你现在的工作，它的帮助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我曾经也跟我们集团的年轻人分享过。就是你的成长过程的每一步都不会是浪费的。很多时候，你可能会担心这个专业有没有用，我这一次的经历有没有浪费，是吧？现在我们也在推广就是青年职业生涯规划的课程。第一门课就是教授了一种思维方式的改变，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是吧？主要还是从我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职业生涯发展的这个经历和我自己的感悟来看，组织对你的培养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在你的就是工作的就是谋划，或者是在决策，或者是在落地的过程中，潜移默化都是有作用的啊。比如说您刚才讲到的，其实我是一个土木的专业的一个学生，但是我在学校里面就从事学生工作，所以呢，在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面呢，可能有一种就是提前的锻炼了，所以愿意服务他人。我的这个第一份工作啊，都是在从事路桥啊、污水啊等等，包括乡镇建设。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了解了很多基层百姓的这个诉求和想法。那么我在这个专业领域和这个政府的这个行政的这个领域呢，这么工作了这么多年呢，也了解了很多就是市委市政府啊，还有各个部门他们的思维模式和他们的诉求，他们的一种包括国家中央对这个一种大政方针战略性的部署。对于每一个地方，你是怎么来交这个答卷的？所以这些思考的模式，它是有很多的碰撞点和交汇点。那我就是通过组织对我的培养来理解，首先是先理解了以后，才能够消化吸收，然后再去带领或者是说服更多的人跟着一起来实现。我的理解啊，就是您过去在基层的长期的工作的经验，使得您就是说更了解老百姓想什么，是吧？所以实际上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您现在建了个地铁，是建设是为了运营，运营是为了人民，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认为您过去的经历对你现在的工作实际上是一种加持，不是说我们通常理解的啊改行啦，我现在不做这个啦，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就是跨部门、跨领域、跨专业的这种人才的需求是最旺的，在地铁上面真的是非常的明显，就是跨部门的这种沟通啊，就是部门墙非常的，一般每个公司都会有。所以我们这3年来，就是这个干部有一个学习计划，就是把华为的3部曲全部都学习交流啊，进行培训。以客户为中心，奋斗者为本，价值创造已经刻入了我们这个领导干部的这个基因里去了啊。就是你如果记不住这3点，那你的工作可能会就是事倍功半。其实是吧，你的经历啊，其实也证明了我的一个观点。我是围棋爱好者，我们下围棋啊有一个说法，就是说
你下到第100手的时候，你那个第50手还在发挥作用，这一盘棋肯定是好棋，很精彩的，是吧？如果你下到100手，那个50手那个东西不起作用了，那实际上效率是不高的。人生也是这样，一定是。现在我们做很多的这个改革或者是创新，它是有延伸成长的。现在我一直提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很多的投入，包括我们的产品，它是能够不断的叠加成长的，不是一代推翻一代，而是在这个上面进行加持，能够生长的建筑，能够生长的这个住宅和商业。因为商业我们深入进入了以后呢，我们就发现商业是非常难的，它是一定是不断的进行人性的这个学习和了解，就是能够研发出来适合这一代和这一个就是生活模式下的这些青年人中老年人，他们能够吸引他关注。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就是生活方式，它是可以线上的，那他为什么要到线下来消费，线下来体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现在研究商业模式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地铁也研发了很多的就是线上的就是传播，但是我最主要的目标还是要把它吸引到线下来加持我们的一些人与人的交流和这种活动，商业活动那么让我们人生的场景更加的丰富，而不是生活在一个人的这个圈子里面一定要增加社交活动我们会创造很多市民需要的这种生活场景。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筹备烹饪课堂、烹饪学校，因为我们有国家级大厨的这样的一种资源他把这个就是多年的这样的研发的这个经验可以带给这个广大的市民。就是你把那个高级的厨师引进到大众的消费上来了，不是我们通常认为高级的厨师在5星级宾馆什么，不是的，食堂里面也有高级厨师。所以我们也是能够让一种就是好吃不贵、安全新鲜的这样的一种印象那么带到我们的这种消费者，他觉得地铁上给我提供的这些商品都是有品牌的，然后性价比高的，然后我的犹豫的时间就比较短，是吧？快消费。我们从3年来一直在打造顺道经济，它也是一个体验吧，就是顺便就是把这些事儿都办了。对，这个我能够理解就是说像比如说我是坐地铁的，我坐地铁我上来以后我要买一样东西，如果地铁车站里面都有，我为什么上去多麻烦外面上面还下雨天气不好，我就在下面。如果我在下面做了 shopping 以后，我为什么还要去乘出租车？为什么去乘公交车？下面就是地铁嘛。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逻辑上来说，它是确实是可以连起来的，是不是？对时间成本最低，获得的这种就是体验会多元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场景的还是很有信心的。关键是现在AI 时代到来了，人家说考验我们这个很多人的那个综合能力，主要还是有一个叫审美能力的体验所以我刚刚也跟您汇报过，审美不光是花钱，它是一种是吧人生的这种，这是品味，我们说起来是一个品味。所以现在我们在制造这么多生活场景的同时，它不断的就是要洞察这个社会的变化和人们的这种就是生活包括健康的这种需要来解决很多的这种焦虑包括就是原来我们是太忙了，那么接下来机器人替代了很多比人做得好的工作以后，那么人干什么呢？人为什么来坐地铁呢？所以这些问题都会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断的要就是接受挑战。最近几年不光是中国，在国外也有这个现象，就是年轻人呢
不愿意考土木工程。可是呢，你呢是恰好就是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的，可能年轻人认为就是我学了土木工程以后，现在一看，哎呀，现在房子中国也造的差不多了啊，这个好像地铁嘛，也比没有以前那么造的那么频率那么进度那么快了，就感觉到哎呀，不应该去学土木工程了。然后嘛，土木工程嘛比较辛苦，所以也借这个机会，也想听听您对这个年轻人报考这个土木工程减少，你是怎么来看的？应该说，大建设的时代，它总是要有一个就是平稳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了，因为我们当时刚毕业的时候呢，是正好迎来了大发展、大突破的这样的一个机遇。那么现在土木工程不是不需要了，而是向着更加人性化更加这个高标准。而且存量化的时代更精细了，就是不像以前那么粗放。原来我们苏州地铁有一句大家都很认可的话，叫“为城市加速，让苏州精彩”。后来我们反思了这句话，还可以再提升，就是不能只求速度了，我们一定是要走向这个服务人民这样的一个追求了因为你只讲速度的话，容易给这个员工，包括我们所以现在从业者，他一种我只讲速度，反正什么都可以让。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是大基建的时代。那么现在，我觉得土木工程仍然需要，但是量可能确实会有所这个放缓。那么，但是我们去看了日本，它的那个现在就是土木工程也好，铁路也好，还是需求旺盛。因为什么？它是有一个就像修路一样的，它15年它有一个更新改造的过程。对的。我原来在修路的时候最担心没路修了怎么办，是吧？后来我到了甲方单位以后，我发现实际上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关键是时代在发展。怎么提效、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这个用户的体验？那么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社会不断的进步。所以，我们这个现在在新学土木工程的同志，他都有这个叫智能建造，对人工智能，对有人工智能这个知识。有人比机器它要互动，是吧？还有就是很多场景都是不能停运，而不是像以前你就这么去做吧，你觉得很复杂很难了。因为地铁工程是所有的这种土木工程里面，确实是专业最多，风险最大，造价最昂贵，是吧？所以它的这种复杂程度，造就了我们很多时候，如果仅靠速度的话，那你的其他的方面的这种精细度方面是很难追求，以后长久来说会出现问题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进入了一个正常的一个就是持续发展的时代，不要赶工期的时代，是吧？把事情做精细做好。你首先要考虑你这个产品要卖出去，我首先要考虑我这个地铁有多少人乘，如果没有人乘的地铁是不能修了，是吧？所以呢，我觉得这种焦虑也不必。但是呢，您讲的有一点是，当时我也有这个困惑的，因为土木钢专业的学生就像农民伯伯一样的，要看天吃饭，日晒雨淋。当然我们也有这个场景，但是你必不可少的要去在就乘客没到的时候，你就要先去，那个工作环境是比较恶劣的，所以这一些是影响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他们比较理性思考的一个选择。谢谢你金都，今天你跟我交流了那么多的内容，就是我感觉到我们今天的交流和金董的交流，就是不光是讲到了地铁的运营的管理包括商业和 TOD 以及这个文旅各方面综合的商业在地铁轨道交通当中的运用。同时我们还谈了人生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次谈话，我感觉然后呢，我就想专业是不能够定义人生，是吧？但是呢，
我们轨道交通是可以重新定义城市，我这么理解是吧？所以呢，我希望哈，今后我们这个苏州的地铁能够做得更好，做得双向的奔赴，把商业和轨道交通能够奔赴得更成功，给苏州人民一个非常更便利、更温馨的这样一个交通环境。谢谢你，谢谢您。